有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海军航母山东舰近日离开母港，出现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海域。这是公开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山东舰的首次出动。有分析称，此举意在对美菲形成威慑，宣示中国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另据此前菲方披露，6月19号曾监测到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大连舰等4艘军舰在菲巴拉望岛附近海域向西航行。据一家地理空间分析公司26号在微博账号上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山东舰此前一天离开海南三亚母港，当天出现在菲律宾吕宋岛以西约200海里，约合360公里处的海域。同一天，欧洲哨兵1号地球观测卫星也注意到山东舰在该海域航行。国际媒体对山东舰动向予以高度关注。法新社、印度时报的报道分析称，在中菲南海冲突持续之际，山东舰通过相关海域，目的是对美菲形成威慑，并强调中国在仁爱礁紧张局势中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近一段时间来，菲律宾接二连三在南海发起挑衅，蓄意制造摩擦。美方官员帮腔指责中方阻止菲方运补行动，还威胁称要依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如磐石。对此，中方多部门多次澄清真相，驳斥美菲炒作。日前，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通电话时指出，当前仁爱礁局势紧张的根源是菲方背弃同中方达成的共识，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执意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大量建筑材料，企图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侵占。美方应停止纵容和支持菲律宾挑衅滋事，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山东舰在吕宋岛200海里的地方出现了，也就是说，就反映了对于我们周边的海域呢，可以说中国这个海军我们是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决心来随时的进行布防来维护我们相关的这种海洋的这种权益的并且呢，希望相关的国家不要对中国对保护我们的岛礁权利和海洋权利做出某种程度的误判或者误解我想这个信号是非常的明确的。外界注意到，这是山东舰今年首次出动。卫星图像显示，这次在菲律宾附近海域游弋的山东舰并无护航舰队随行。据此前菲方披露，6月19号曾监测到中国海军055型驱逐舰、大连舰等4艘军舰在菲巴拉望岛附近海域向西航行。而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山东舰正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北礁之间的海域。有军事专家分析称，山东舰航母接下来或将在巴拉望岛附近与上述4艘海军军舰会合，随后穿越巴士海峡前出西太，开展今年首次远海训练。自2019年入列以来，山东舰已在东海、南海等多海域开展训练。去年4月，山东舰穿越巴士海峡，经过台岛东南海域，展开首次西太之旅。此后，又在9月和10月连续2次前出岛链进行远海训练，一年3次深入西太，创下了中国航母前出岛链远海训练的纪录。国防部发言人当时介绍，相关训练旨在锤炼提高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还介绍称，中国军队将常态组织类似演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初，山东舰在结束第3次西太远洋训练，经巴士海峡返回后，并没有像前2次一样一路向西返回三亚驻地，而是直接北上穿越台湾海峡进入东海，进行了一场绕台巡航后返回三亚母港。据人民海军微信公众号消息，山东舰在靠泊码头期间开展了多科目常态化军事训练。公开信息显示，此后半年，山东舰就没有再离开驻地，直到近日出现在非附近海域。有分析认为，期间执行了设备检修等任务。观察指出，航母负责海上防御，不会宅在母港中，包括航母、万吨大驱等在内的中国海军海上力量的发展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的提升，能使中国海军有效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于个别侵权挑衅的国家而言，自然也将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因为我们知道，西太平洋是相关的一些国家争夺的非常重要的一片海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把中国来压制在第2岛链之内那么这一次的山东舰和4艘的中国的
军舰来进行联合军演的话，我想有可能会突破那么第二岛链我想这是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的来展示中国在这个地区我们的军事的这种实力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来美西方纠集他的盟友搞这种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等等一些演习，实际上这种过度频繁的演习对刺激本地区的军备竞赛我想这个是无益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这次山东舰这种演习更多的是展示了一种本地区的一种和平的善意的这种力量。深圳卫视注意到，关于山东舰在非附近海域出现的消息，菲律宾官方截至目前尚未作出评论。该国主流媒体对此事也并无报道。过去1个月来，菲律宾马克思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多变，一面挑衅，一面又软化求和谈。菲外长马纳罗上周表示，希望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进行对话，以解决分歧。分析人士指出，菲方短期内就南海问题调门忽高忽低，一定程度与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压力有关。外界注意到，就在菲外长做出寻求与中国对话的表态同一天，菲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现任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宣布，其父亲杜特尔特、其兄弟保罗·杜特尔特以及达沃市市长塞巴斯蒂安·杜特尔特将参加明年5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菲媒分析，杜特尔特政治家族的3位成员如果在选举中赢得胜利，就能对现任总统马克思的执政进行有效掣肘。而莎拉·杜特尔特本人已于上月19号辞去该国教育部部长和反叛乱工作组副主席等要职，彻底退出了马克思内阁，也成为了2大家族联盟破裂的最新迹象。今年1月，前总统杜特尔特在一场集会上对马克思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的行为展开强烈抨击，甚至提出了将其赶下台的可能性。现年79岁的杜特尔特此次准备出山竞选参议员，尽管让菲律宾政坛有些意外，但近段时间以来，由马克思和杜特尔特2大政治家族组成的执政联合团队被打破，已让菲国内的政治平衡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认为，菲现任总统马克思当初大选时基本盘并不牢固，是依靠与莎拉·杜特尔特联手组建政治联盟才得以上台。但此后，马克思在对外政策上偏离了既定轨道，这也是导致莎拉退出内阁、杜特尔特家族成员宣布竞选参议员，以及在立法层面对总统权力进行制衡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菲律宾的，特别是以杜特尔特家族为首的他们认为跟中国全面对抗并不符合菲律宾自身的国家的利益。那么一味的倒向美国一味的去拉美国来抗衡中国，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说最后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关键，我觉得小马克思政府能不能够意识到他这种错误所在，能不能够团结更大多数来巩固他的权利，我想还是值得观察的。日前有商业卫星拍到中国海军航母山东舰离开了港口，出现在菲律宾附近海域。那在您看来，这次的山东舰出海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可知这是今年以来山东舰首次离港进行活动。首先可以关注的细节是，山东舰这次主要在南海进行活动，还是前出西太进行活动？如果主要是在南海活动，那山东舰就可能是进行一番热身，活动范围不会太大，舰载机起降架次呢可能也不会太多。如果是前出西太，那活动范围就很大了，而且舰载机起降架次也会比较多。而根据去年山东舰出海活动情况分析这次山东舰很可能前出西太进行演训。其次可以关注的细节是山东舰搭载多少舰载机。众所周知，航母的战斗力来源就是其搭载的舰载机数量和种类嘛，以及如何运作所搭载的舰载机。如果山东舰搭载满编制的舰载机，那就意味着其出海活动将会进行大强度的演训。如果搭载的舰载机数量不是满编制，那进行演训时的强度就不会很大。再次呢，可以关注的细节是这次山东舰怎么去组织编队。按照媒体的报道，商业卫星拍到的照片只有山东舰，没有其他护航舰艇，因此后续山东舰是否会与护航舰艇会合？如果会合，又会在哪里进行会合？护航舰艇会有哪些？都是看点。因为服役之后的航母，
在海上活动向来不是孤身一个，而是会与护航舰艇一起组成编队进行活动。所以山东舰护航舰艇的种类数量就决定着编队规模和战斗力大小。山东舰航母出现在菲律宾附近海域，一些外媒对此大肆炒作。那您认为背后折射出了什么样的心理呢？美西方和菲律宾是心里有鬼所以呢才会对山东舰的正常演训感到不安。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力度，而且美国不只是自己上阵，还拼命在组建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同盟。菲律宾就是美国现在拉到自己恶华阵营的一个重要盟友鉴于菲律宾面对南海和西太的独特地理位置，尤其是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一头扎到美国怀里，美国这2年不断怂恿菲律宾在南海搞事对抗中国，但是菲律宾色厉内荏，搞事的同时呢，心里却很慌张，害怕中国对他呢进行强力反制。最近菲律宾军方主导的擅闯我仁爱礁进行非法运捕行动，遭到中国海警依法反制而完全破产之后，菲律宾的心态一下子崩了，感觉中国海军任何正常的演训呢都是针对他。所以菲律宾这次一看到中国海军山东舰靠近他，就紧张不安，只能说菲律宾是亲本家人奈何做贼自己作成了小人的七样。美西方搅动南海局势，心里边也害怕中国对他们进行反制，所以对山东舰的正常出海演训呢感到不安。而美西方炒作山东舰出海之后航行至菲律宾附近海域还有更险恶的用意。一方面，美西方通过炒作试图将南海局势紧张的责任甩到中国身上，抹黑中国形象，离间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美西方通过炒作也是在给菲律宾制造紧张情绪。你看，中国在对你进行强力威慑了，只有我们能帮你从而逼迫菲律宾在紧张情绪之下更加紧紧地抱住美西方大腿，死心塌地地为美西方继续搅动南海局势充当马前卒。近期俄罗斯与北约对抗风险加剧，在美军无人机多次在黑海上空收集情报并提供给乌军后，俄罗斯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包括在黑海上空设立禁飞区，甚至可以击落违规的美军无人机。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可以采用第三国调解模式，参考2022年黑海粮食走廊谈判的模式。当时，俄乌双方代表没有直接接触，而是以联合国以及土耳其为中介进行间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签署时也由中介作为担保，分别与俄乌代表在2份不同的协议上签字。泽连斯基还说，这种模式也可以用在未来的其他问题谈判中，并希望将中间人的范围进行拓展。外界认为，泽连斯基这次表态是对俄总统普京6月14号提出的停火条件的间接回应。当时俄方开出的条件是乌军从东部4州撤军，并书面保证不会加入北约。当时泽连斯基也针锋相对地开出条件，要求俄军撤离。俄乌冲突打到现在，那么对双方的压力都是巨大的。当然，我们相比之下，乌克兰方面肯定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因为俄罗斯的纵深动员的体量，那么要远大于乌克兰方面。所以呢，理论上讲，乌克兰应该比俄罗斯更迫切的希望结束现在这种消耗战。对泽连斯基政府来说，怎么样尽量的表示打下去的责任不在己方，表示出自己有谈的这个想法。但同时呢，又不至于刺激各方的这个敏感神经，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述还是很值得深思的。欧洲舆论认为，泽连斯基对谈判方式提出一个技术性的条件，态度较之前显得更务实，这与美国与北约对其援助存在很大变数有关。北约刚刚举行换届选举，秘书长将于10月由荷兰首相吕特接任。观察指出，吕特接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理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他同时还要处理的是成员国对长达2年多的援乌的疲劳问题。实际上，吕特过去几年多次与泽连斯基见面，但身份改为北约秘书长后，态度会否发生变化仍是未知。而美国的变数更大，在刚刚举行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后，特朗普的表现远远好于
于拜登，这让欧洲和乌克兰都高度紧张。一旦特朗普成功重返白宫，他随时有可能兑现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特朗普的2位智囊近期就提出，只有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前提下，乌克兰才能继续从美国获得武器。俄方认为，美国在黑海的全球鹰无人机为乌克兰此次打击行动提供了帮助。美国战略无人机经常在黑海上空收集俄方的情报，然后将其提供给乌军，以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方还判断美国及北约的无人机行动还有创造条件，以最大限度地打击俄罗斯黑海舰队、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大桥，并对俄罗斯防空系统和先进防御系统进行侦察，让乌克兰对俄军造成最大程度打击的作用。而俄罗斯正在考虑采取相应的反击措施，包括在黑海上空设立禁飞区，甚至可击落违规的美军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防长别洛乌索夫6月28号责成俄军总参谋部提出应对措施，及时有效回应美国战略无人机的挑衅。俄国防部称，美国战略无人机在黑海海域上空的侦察飞行强度增加，并为西方提供给乌军的高精度武器指示目标。这证明北约越来越深地介入俄乌冲突，也加大了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相应责任将由北约国家承担。对于如何应对美国的这种挑衅行动，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军选项之一可能在黑海上空设立禁飞区，并警告在其中的军事目标将被摧毁；另一个选项是使用远程防空系统或俄天空军战斗机驱逐美国无人机。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利昂科夫认为，俄方可能在克里米亚海岸300至400公里处设立禁飞区。美国 RQ-4 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可以观察200公里内的距离，因此一旦它进入200公里的区域，就必须对其采取措施。对俄罗斯来讲呢，它在黑海上空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去建立一个防护的区域。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之前乌克兰对黑海舰队，包括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很大程度上乌克兰是不能够独立完成的。它的基础是北约从黑海等方向上提供的信息情报的支持。去年，俄军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向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倾倒燃油，导致美军无人机坠入黑海。几天前，俄军米格31战斗机也以超音速飞越美国全球鹰无人机，产生的强大湍流迫使全球鹰停止工作，迫降在西西里岛的基地。对于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声明，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日前称，美国无人机和飞机在国际水域飞行是合法的。他强调，美国将继续在黑海公海水域上空飞行。有英国学者认为，下一步俄罗斯可能开始在黑海上空击落美国和北约的无人机，未来西方无人机将无法在该地区顺利开展行动。西方和俄罗斯飞机在黑海上空直接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局势变得危险。如果是美国的无人机真的被俄罗斯方面打下来啊，这个打下来我们说是指，比如说使用导弹呐、使用机炮啊，那么这样的造成的损失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这是战争的行动、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像俄罗斯之前啊对 MQ-9的这种干扰飞行，那么出现一些意外的话，这个就是很有操作的空间。7月1号，中央政府推出多项新措施，支持香港和澳门社会更好发展。相关政策在7月陆续开始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还宣布，中央政府再送1对大熊猫给香港，预计数月后抵港。香港社会各界对此反响热烈。为庆祝香港特区回归，时隔17年，中央政府决定向香港赠送1对大熊猫，预计将于数月后抵港。这也是香港特区回归以来落户香港的第3对大熊猫。目前，香港海洋公园的2只大熊猫莹莹和乐乐将于8月踏入19岁。香港市民和游客对即将来港的新大熊猫充满期待。送多我哋2隻熊貓，好開心啊！在四川看，他们都是懒懒的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香港人呢？香港就是从来活蹦乱跳的。香港海洋公园前主席盛智文认为，这个安排显示中央政府非常爱惜香港，有信心海洋公园会照顾好新来的大熊猫。I think that's really a good sign. Gives us hope for the future. I think it'll attract more visitors, and I'm hoping maybe they'll have baby.
出入境管理局7月1号发布公告，非中国籍的港澳永久居民从7月10号起可申请办理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也就是俗称的回乡证。持证人在证件5年有效期内可以多次来往内地，每次停留不超过90日。这一新闻受到港澳和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此前，由于不是中国籍、非中国籍的港澳永久居民到内地就要用护照经人工通道过关，每次均需进行指纹采集和填写入境卡。在新政策下，持證人在出入境口岸進行1次指紋採集等手續後，就可經快捷通道過關。少數族嗰啲人都好開心，今朝到而家都打咗好多電話嚟喎，幾時可以申請啊？點申請啊？咁你一個10分鐘變20分鐘，咁你好多時後邊你其他啲朋友咧炸晒你型嘅。除咗方便咧，我覺得咧係一個認同嚟嘅，即係你都會覺得你都係國家嘅一份子。香港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分別對這一新政表示熱烈歡迎。李家超表示，不少非中國籍香港永久居民在港扎根多年，一直默默耕耘，為香港發展做出莫大貢獻。當中，在港工作的外籍人才特別殷切期盼更好地把握中國高速發展的歷史機遇，尤其憧憬着更大程度參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為世界一流灣區。香港公司國際人才憑這張卡能夠享受期待已久的北上通關便利，這措施不限國籍和行業，充分彰顯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地位，顯著協助香港繼續保持國際化和多元化，提供世界各地公司和人才落戶香港的巨大誘因。賀一誠表示，中央政府此舉是國家擴大開放的重要體現，有利於支持澳門引進海外優秀人才，鞏固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位，同時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創設更多良好條件。此外，7月1號起，自香港、澳門進境居民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免額稅度從人民幣5000元提高到12000元。此外，在設有進境免稅店的口岸，允許上述旅客在口岸進境免稅店購買一定數量的免稅商品，連同在境外獲取的個人合理自用行李物品總值在15000元以內的，予以免稅放行。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當天均對這一政策表示熱烈歡迎，並衷心感謝中央再次出台惠港澳措施，表示這些措施可促進本地零售市場，為經濟注入動力。據測算，在新措施落地後，每年能為香港帶來88億港元至176億港元購物消費額，經濟增加值約27億港元至54億港元。我自己好相信呢，中央政府今次呢個額度啦，其實已經係一個破例定提高。白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穆拉維伊科6月30號表示，當前在白俄羅斯邊境附近有10個北約戰術營小組，總人數超過2萬人，其中6個小組來自美國，這使白方感到擔憂和緊張，推動白方對每一步行動進行考慮和評估。對於烏軍調動的動機，白俄羅斯特種作戰部隊指揮盧卡舍維奇稱，白俄羅斯與烏克蘭邊境緊張局勢加劇，西方正試圖將白俄羅斯拖入戰爭。烏克蘭日前駁斥了白俄羅斯關於烏方正在破壞兩國邊境穩定的說法，簡稱它並不構成威脅，只是在加強防禦。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援引分析稱，烏方在白烏邊境加劇緊張局勢，或意在將白俄羅斯拉入衝突，進一步升級衝突規模和激烈程度，以尋求美國、歐盟等西方集體不斷加大軍援力度，維持對烏關注力度，而不被其國內政治議程分散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白俄羅斯此次還發出了核威脅。白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穆拉維伊科警告，如果白俄羅斯的主權和獨立受到威脅，白俄羅斯將準備使用非戰略核武器。2023年3月25號，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應明斯克的請求，莫斯科將在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器。2024年4月底，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表示，俄羅斯已在白邊境內部署幾十枚核彈頭。俄羅斯核軍控專家、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表示，目前核威懾正在發揮作用。俄羅斯與北約國家之間的衝突仍是間接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呼籲降低核門檻的建議都是不負責任的。在沒有絕對必要的情形下使用核武器，衝突將會升級且變得不可控，這恰恰會威脅到俄羅斯國家的存在。現在從這個俄羅斯、白俄羅斯跟北約之間的邊境來講，其實從俄烏衝突到現在，這條邊境一直是不穩定的狀態。但是雙方呢，更多的是在這個
边境上面陈兵，包括建立一些防御工事，甚至是布雷。但是直接越境对对方进行打击，最终把双方拖入到核战争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小的。但是反过来说，混合战争对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的压力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大。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3周年华诞，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7周年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及庆祝酒会，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也举行升国旗仪式。今年7.1不仅是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满2周年，同时也是香港国安法刊宪实施第5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刊宪生效已过100日。香港永开新局，实现由治及兴，各界都有着殷切期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7周年升旗仪式现在开始。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红色鲜花装点的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深圳卫视注意到，香港警察乐队今年在嘉宾入场时选择了多首中式军乐，让人倍感亲切。护旗方队和仪仗队在耳熟能详的歌唱祖国旋律中，踏着中式步操，护送国旗和区旗进入金紫荆广场。起来，不愿做奴役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悬挂国旗及区旗的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展中心大会堂举办庆祝酒会，在热闹的表演、鼓舞龙腾庆回归下，酒会拉开帷幕。酒会开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李家超表示，今天是香港特区成立27周年，也是本届政府上任的2周年。在共同努力之下，本届政府推出的不少政策已愈见成效。李家超在致辞时还引用古文“管子乘马”中的话，表示会继续带领政府为市民谋更好生活。士者生於雷，成於無。今日嘅香港，機遇同埋挑戰並存，但係機遇遠遠大於挑戰。政府會繼續敢於擔當，善作善成，帶領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他还表示，未来特区政府将在3大方面全力工作：第一，全力发展经济，聚焦改善民生；第二，强化自身优势，发掘新增长点；第三，把握国家国际双机遇，搭上国家发展快车。同日，李家超以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一国两制”巨大优越性不断彰显为题，发表近万字署名文章，指出国家始终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而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李家超表示，基本法23条完成立法，港区国安法配合互补，精密安防系统可以识盗贼、保朋友，完善选举制度，将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切断出卖国家、香港利益的叛徒参与管制的可能性。同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新一份授勋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今年共有502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兼立法会议员廖长江等5人获颁大紫荆勋章。获奖者也不乏名人及运动员，其中刘德华获颁银紫荆星章，这也是他继2016年获铜紫荆后再次获勋。多位参与庆祝酒会的嘉宾表示，香港要用好独特優勢，當好超級聯繫人角色。香港就係因為有呢一個一帶一路，有大灣區咁好嘅政策，我哋特區政府李家超特首帶領之下嘅團隊呢，就係強而有力。咁我相信呢，就係喺未來呢，就我哋萬眾一心呢，香港嘅明天呢，一定會更好嘅。我諗而家最重要呢，就係未來拼經濟啦，因為事實呢，我哋都需要呢繼續更多
令到市民大眾感受到幸福感嘅事嘅。我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亦都有我哋美麗嘅大灣區。大家咧一齊係做一個灣區人，我相信香港一定會更加好。有与会嘉賓還指出，香港在法治、文化等領域的獨特優勢，將成為內地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橋梁。喺法律上呢，我相信喺涉外法律嘅建設同埋普通法協助國家打出一帶一路，同埋喺對外嗰個交流貿易呢，我相信我哋會有顯著嘅成績嘅。希望能夠透過文化交流同埋係文化產業嚟到推動香港嘅經濟發展，同埋加強我哋國家去説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呢一個嘅工作。我係充滿信心。增加咗呢啲個人遊嘅城市啦，咁會多咗內地旅客嚟香港。咁我哋都希望咧就維護到香港咧作為一個即係國際購物天堂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個即係打擊一啲不良營商手法嗰度咧，我哋都會全力以赴咯。香港回歸祖國27週年，有香港輿論認為，本屆特區政府上任2年來，攻克了多個困擾香港多年的難題，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其中一項公認的亮眼成績。香港進入國安港安的新階段，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致辭時指出，香港要全力發展經濟，強化自身優勢，把握國家國際新機遇。香港推出多項惠民舉措，共慶7·1，例如市民可以免費搭乘電車，天星小輪尖沙咀至灣仔航線全日免費，太空館、故宮文化博物館部分展覽可免費參觀。香港街頭喜慶氣氛濃厚，國旗、區旗隨處可見。從6月底到7月初，香港各界將舉行多場豐富活動，包括慶回歸綜藝晚會、嘉年華、無人機表演以及共慶回歸賽馬日等活動。連同周末2日、3日小長假的不少香港居民組團北上遊玩。過去2日，有超過100萬人次香港市民出境，當中有近80萬人次北上，也有香港市民組團打卡新開通的深中通道。賴清德當局上任1個多月來，不僅提高赴大陸及港澳地區旅遊警示為橙色，甚至誤稱媽祖為所謂統戰工具，不解決島內經濟民生發展問題，反而一門心思挑動兩岸關係。賴清德未來的路要怎麼走？這波港澳台特別策劃台海風雲錄，對話台灣時事評論員、前民意代表雷倩。你可以看到他在用一種極端的對抗的方式，他的對抗不光是對抗對岸，他也在對抗台灣內部的在野黨，他更在對抗所有的一般的老百姓，幾乎就可以斷定他未來的4年中間，對於台灣的老百姓跟現在兩岸的狀況會是越來越緊縮的。所有的交流，無論是在哪個層次呢，官方都會更加的介入，甚至用各種的方式來警示台灣人，不可以繼續做兩岸交流。6月27號，民進黨當局宣布提升赴大陸地區旅遊警示信號至橙色，鼓噪讓島內民眾慎重思考去大陸的必要性。台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又說，這並非強制執行。雷倩認為，賴清德當局此舉將引發兩岸惡意螺旋不斷上升。賴清德的挑釁實際上沒有任何實力支撐，重新走一條隔絕、阻斷甚至敵意的路。那這條路徑，它的底氣到底是什麼？是我非常懷疑的。因為今天無論是在經濟上、在科技發展上，甚至在軍事上，今天的賴清德都不如以前的人有底氣。實際上，民進黨對兩岸熱絡的民間交流充滿恐懼，動輒用所謂反滲透法等加以威脅。近期，甚至連演員胡歌甚至媽祖都被視為來自大陸的滲透來源和統戰威脅。大陸電視劇《繁花》在台灣引起追劇熱潮，胡歌在劇中飾演寶總。6月12號，胡歌到台北與台灣青年創作者交流，寶總到寶島一時成為輿論熱點。不過，有台媒引用活動主辦方的說法稱，胡歌此行的禁區很多，包括不開放媒體採訪，座談會被要求不能提到上海及繁花這兩個關鍵詞等。我覺得這一次，尤其是寶總到寶島的事件啊，真的是顯示到了民進黨對於自己的自由跟民主已經沒有自信了。你知道台灣的人到大陸去，無論你是影星、歌星，你是政府人物，現在你到哪裡去，你都是非常自由的跟朋友交談。而寶總這個繁花裡面的大人物，琅琊榜裡面大家的最喜歡的人呢，到了台灣，他反而必須要
关在旅馆里面，不能够跟人自由交谈，这件事情哪里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该做的呢？雷谦认为，对保总宝岛之行设限，除了反映民进党当局不自信，还反映了两岸文化与交流中大陆的文化和经济优势正在强势显现。而民进党忧心的正是台湾民众看到大陆的真实情况。两岸在文化跟交流中间已经是此消彼长，两边的这个强势已经改变了。过去大陆的小朋友们看《还珠格格》，他们看《康熙来了》，但是现在很多台湾的小朋友不只是说从《延禧攻略》到《庆余年》到宝总到宝岛的《繁花》《琅琊榜》，而是他们看很多现代的职人剧，也就是他们的律师、他们的医生，他们实际的生活成为了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去理解大陆的一种方式。历史剧有历史剧的文化根源，可是现代剧呢，是你去理解今日大陆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那些没有去过大陆的人。如果更多的人了解了今日的大陆，就再也不会有人相信高铁没有靠背，也再也没有人相信说大陆现在在民进党口中的那些很多的，无论是行为也好，社会现象也好呢，都不再可能被人很轻易的就接受。前段时间，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公司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访问台湾，期间他宣布将在台湾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一些绿营人士就此渲染成英伟达要放弃大陆市场，开始占台湾了。雷谦对这种拿黄仁勋和英伟达当枪使、刻意操弄两岸对立的舆论战手法表示不屑。他可以在台湾制造，但是他的市场在哪里？他卖给谁？他要卖给的对象是在台湾吗？还是在大陆？我觉得大家只要想透了就知道，你绝对不会说我只是要研发跟制造东西，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终端客户在哪里。所以黄仁勋是不可能放弃大陆市场的，也不可能放弃他目前在整个 AI 发展中间居于领先方阵的这个地位。那如果你不在大陆市场，你不去跟那些领先方阵的人一起工作的话，那你就会越来越退后。实际上，黄仁勋在离开台湾前，对民进党当局无力也无能解决台湾缺电问题表达担忧。从蔡英文时期至今，岛内夏季缺电已经成为新常态。英伟达台湾分公司所在的台北市内湖科技园区6月18号上午停电，影响655户。雷谦提醒，人工智能是超高耗能产业，民进党禁用核能的政策是缺电的根源，这意味着台湾无力支撑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台湾如果不能够解决最基本的有没有能源，更不可能解决清洁能源、绿色能源的问题的话，我们不可能留在科技的前端。雷谦最后认为，台湾经济产业发展当下面临的许多问题，想要认真解决的话，就必须从改善两岸关系着手。没有人相信这些问题是自动会解决，而且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认为今天如果我们讨论了 ECFA， 我们就一定是要放在一个两岸全盘的架构里面，而这个全盘的架构，台湾的大问题放在跟中国大陆连接的环境里面环节中呢，它就变成一个相对的小问题。但是如果跟大陆阻隔了，我们要单独去处理的话，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甚至呢，我认为对于企业来讲都会是不可承受之重。